是 AI Enter。Hello，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Wilson， 欢迎来到威尔森实验室。我们上一支影片实测了 Cadence 2.5， 所以上次有预告到说这一支怎么样透过 CLI 或 API 的方式来将 Codex， 然后来连接 Cadence 的 2.5 的使用环境来搭配使用。但今天我们不是让 Codex 自己来生成影片 ，Codex 它比较像导演兼技术助理，负责替我们建立工具、送出 API 任务、追踪进度，再把成品下载回来。而真正负责来算图制作影片的是 Cadence 2.5， 以及今天我们会加码的这个 Minimax H3。那当然，这里我可以串影片的模型的平台很多，像 File AI 或是官方平台或其他聚合的一些服务都能做到。这次我要分享的是 KIA 这个平台，主要原因理由有3个。第一，它目前的 Cadence 2.5 价格相对便宜，以我录影现在的这个价格 720p 没有影片参考，大约是每秒 0.315 美元，15秒约 4.73 美元。第二，同一个账号和同一把 API key 就能再切到 Minimax H3 的 768p 大约每秒 0.08 美元，15秒则是 1.2 美元。第三，它是按量付费，也就是 Pay as you go，所以不需要为了偶尔生成几支影片就先绑定会员来订阅。不过这里要补充一句 ，Kia 是第三方 API 平台，不是 ByteDance 或者是 Minimax 的官方服务，而且它不是每个模型都一定是全网最低。重度使用者如果把官方订阅点数全部用完，单位成本可能反而更低。所以今天我会选 KIE 的这个平台，重点是它的价格，我觉得相对透明，而且模型也是很集中，方便拿来教 Codex。来作为这个绑定的聚合器。那我们就开始吧。整个流程其实只有4步。第一，我在 Codex 里说我要生成什么。第二， Codex 执行我们等一下建立的小工具，把提示词和我的那个助理 Vivi 首图送给 KIE 这个平台。第三， KIE 回传一个 Task ID， 代表任务已经排进队伍，不是影片已经完成。第四，工具持续查询状态，成功后自动下载影片。接着我们把 Cadence 的最后一帧再送给 H3 当做下一段的第一帧，整个过程听起来好像繁复很多，其实真正需要观众操作的只剩下选模型还有输入提示词而已，只是中间的这个流程都可以交给这个 AI 来执行。好，那我们现在要来 Key API 来申请 API， 那从这边申请 API， 用它作为 Cadence 2.5 还有 Minimax H3 的一个聚合的管道，然后到时候申请了这 API， 再把这 API 跟 Codex 连接， Codex 就可以调用这边的 API 来进行相关的模型制作。所以现在我的这个页面是 Key 的官网，那大家就是进来的时候先申请你们的账号。那申请账号完以后，可以有看我现在右上角这里点这个 Market 进来这里看好像很复杂，其实不用担心，它这里只是显示说它现在可以使用的包含图片还有影片生成的模型，就跟着我这一步一步来做就好。我们主要就是要去申请 API Key， 可以大家点到这里有一个 API Key， 那这里有一个 API Key 就是我今天已经申请了，然后我再示范一下，这里大家可以选一个 Create New Key， 点这里。然后如果你要让你的这个 Key 的 API 可以在所有的模型都来使用的话，基本上它的这个一开始的原始设定就是这里，那我就按这个就好了，大家也不用特别设定。然后名字的话就取一个，比方说这边就选 SD25 好了 Demo， 我就选一个这个 Create。 好，那创造完以后，这里会有一组这个，大家记得说这个 API 不要曝光，因为它就像你的这个通行嘛，之后如果你这个曝光给人家，然后你里面到时候你有存钱的话，人家就是可以直接用你的这一组 API 来使用。那当然现在给大家看到没关系，因为这一组其实我拍完影片的时候我就把它删掉了。好，那这个的话大家就记得到时候要 copy 的时候就是要把这一组 API 给 Codex。 大家记得，因为这个聚合器是要费用嘛，所以这里有一个 billing， 因为我自己已经有先储值了，因为我要示范。那大家如果要使用的话，这边有几种不同的这个 payment， 不同的这个付费的方式，包含我是用信用卡，或是说你可以用这个 Apple Pay， 或者甚至它连支援这个虚拟货币比特币，以及一些像微信支付啊，以及一些这个金钱相关的 App 都可以。然后上面这里它主要目前就是有这几种方式，包含$5可以提供1000 credits， $50 10000点，基本上用$5就可以了。但是如果是你要用到 Cadence 2.5 的话，可能光$5不够，所以就是如果不够的话，左边这里会显示你目前的 credits， 你可以多储值几次。
那像我目前1080，我觉得可能等一下示范不够，所以我就是再加价值$5。其实有时候这个拍影片也是蛮烧钱的，所以如果大家喜欢我的影片，或者认为这个影片对你们真的有帮助的话，也请多多支持。那这时候大家可以看到我这里的 balance 就是余额的话已经变2080了。好，然后这里就是大家记得刚刚不是有一个这个 SD25 demo 的这个 API key 嘛，然后就是把刚刚那个数字就算不记得，这里也可以按一次这个复制。好，那等一下的话就是要在 Codex 建立了一个专门做这个的一个专案的资料区，然后这一块是我们下一步要来进行。接下来就请你们把 Codex 的桌机版点开，然后点开以后的话，这边有一个选择专案，我们这边就开一个新专案，然后我们到时候就会把这个 Cadence 2.5 还有 Minimax H3 的这个环境专案都放在这个资料夹里面，一些相关的制作流程啊，以及一些相关的资讯放在里面。我们这里按新增 Codex 可读取及编辑的资料夹，那这里的话我就是已经有开了一个资料夹了，我放在桌面，然后以这个资料夹让它来读取，然后专案名称我就打 SD25 Demo。好，那这里现在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资料夹，等于已经建了一个这个专属的资料夹，然后底下这里就打上这一段文字。那这段文字我到时候也会放到我的 School 社群里面，大家可以来免费领取。这一段主要是说，请在目前专案建立一个新手也能操作的 Key API 影片生成工具，请先查阅 Key 官方文件，确认目前 Cadence 与 Minimax 海螺的正确模型名称、模型 ID 参数与查询任务方式，请不要自行猜测。工具需要上传 VB 首图，选择 Cadence 或 Minimax 海螺，输入提示词，显示预估设定与费用，由我确认后才送出，显示 Test ID 和生成进度。成功后，下载影片与最后一帧到 Outputs。安全要求 API Key 只能从本机的.eme 读取，因为如果大家直接把我们刚刚在 Key API 那边拿到的那一串 API 直接透过这个 Codex 传给他，这个其实也是可以，但是说基本上如果我们要比较保险，在安全的环境的下，建议是在这个资料夹里面设定一个.env 的这个文件，然后把你的 API 一些比较敏感的资讯放在里面，然后这到时候再让你的这个 Codex 去里面读取。好，那打完以后我们就送出。好，那 Codex 跑完以后，它这里显示目前可直接双击 Start Windows 点 Bat 启动，我们就把这个先打开，点它按任意键继续。然后这里面的话，它有一个.env example， 这里的话，它这里有显示一个 KIE API Key， 这里就是复制刚刚在 Key API 的那一串复制过来，然后底下这个是只做本机预览，永远不会建立付费生成任务，主要就是先确认说你这个 Key 有连上了 Codex， 避免说你中间可能一些呼叫失败或什么，不断的去浪费那边的 credits 的点数。所以这里先按 True， 先按 True 是只做本机预览，除非说你之后如果确认连上了，然后开始执行的时候，这里再改成 False， 然后把 API Key 贴上的时候存档。好，那接着请打以下这一段，我已经在本机.env 设定好，刚刚那个.env 要把那个 example 把它改成.env， 请不要显示回传或记录.env 的内容，也不要显示任何部分的 API key。请使用 Key 官方提供的这个账户点数查询功能测试连线，确认这组 API key 可以正常使用，并保持这个 dry run true， 不送出任何影片生成。完成后告诉我是否连线成功 ，Cadence 与 Minimax 海螺是否已经正确设定。下一步应该把 VB 图片，或者是大家如果你们自己要放的参考图片，哪一个这个资料夹里面，那打完以后送出。好，那这里它是它的回复，他说 Key API 未连线成功，因为专案跟目录尚未增设到.env， 所以看来我们还是要把那个 example 那个字样移除，然后用这样的方式来命名资料夹。那再跟他确认一次，我说我已经在专案跟目录建立正确的.env， 请重新测试连线。那不要显示或回传.env 内容，也不要这个送出影片生成任务，告诉我是否连线成功。这边再请他来测一次。它显示 Key API 连线成功。那接下来的话，我要打这一段，我已经把 Vivi 的参考图放进 Input 资料夹，就是在这个专案资料夹里面有一个叫 Inputs 的资料夹，如果它没有显示，你就自己打一个，然后把你要的参考图放在里面，然后说请先确认图片档名并分析画面，替我设计一段适合 Cadence 图片，生影片的提示词。以下这一段，目标15秒，16:9，请先执行
Dry Run 只显示找到参考图 Key 官方模型名称与模型代号、最终提示词、秒数与画质、预计储存位置。如果模型不支援15秒，告诉我它实际支援的秒数，不要自行猜测，不要送出付费任务，等我确认。这样子的话，就是让这样子的这个整个过程做完是在等于是电脑的本地端，也不会实际去扣到你的这 credits。好，那这个好的话就是送出。那当然，其实这个图片的过程，如果只有一张的话，你其实也是直接可以把图片放到这个对话栏这里，然后让的 Codex 来读，它很聪明。但是如果你图片很多张，比方说你有指定的一些背景，或者是要它搭配的物品啊或服装比较多的话，那建议就是说你在你的这个专案资料夹里面设定了一个 input， 把那些相关的资讯素材，甚至说你要给这个你的人物的声音啊，或者是说一些你要给它参考的动作，那都可以放到里面。好，那现在 Codex 已经确认了这个模型也正确，环境也正确。然后它预估这 Cadence 2.5 透过 Key API 需要945 credits。那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我刚刚储值的是有2000左右的 credit， 所以目前这样生产是够。然后它换算下来，大概这个15秒的 Cadence 2.5 的影片是 4.725， 那这样来换算，然后相关的这个预览啊，以及它会放的位置，它也帮我设定好了。然后接下来我就可以让它准备生成。那记得我们刚刚不是说它只是 dry run， 让它有在这个本机的环境嘛？那如果现在要正式的让它可以生成的话，要把那个 dry run 的 true 改成 false。所以我们现在要把这个 dry run 在刚刚的 env 里面，把刚刚的那个 dry run 改成 true 改成 false。那存档好了以后，之后打一下这一段，我已确认目前设定。那请正式生成 Cadence 2.5 影片，使用第一帧 input 的 VV。然后模型就 Cadence 2.5 长度15秒720 16:9，不生成音效，使用目前已确认的提示词。如果消耗超过945 credit， 请停止并告诉我。否则请上传图片，送出任务，显示 test ID， 持续查询进度，完成后将影片和最后一帧下载到 output。因为我们后面的影片我是下半部我要交给 Minimax H3 来完成。好，不得显示或记录 API key， 没问题的话这边就送出。好，那现在那个图片跟影片都生成出来了，底下这个是 Codex 刚刚去调用 Key， 然后帮我生成出来的这个图片，然后根据图片的话，透过 Cadence 2.5 来做成的这个影片，我们来看一下效果如何。是 AI Enter。很真吧，这个声音跟整个的感觉，然后都符合我提示词的需求，就是让我的 VB 从电脑里面走出来，整个的感觉我觉得太棒了。接下来的话，用这个 Cadence 2.5 所做的这个影片作为参考，然后让后面的 Minimax H3 来接续。好，那接着我们要打以下这一段，就是现在请使用 Minimax H3 的 Reference to Video 模式，正式生成 B2 省下来的喝真奶。这个就是下一段影片，请自动找到 output 中最新 Cadence 2.5 任务的最后一帧，也就是刚刚我 Cadence 2.5 生成的那一段影片 ，Codex 会把它放到一个叫 output 的资料夹里面。然后 inputs 里面我有把我给 VV 的声音也让它作为参考。素材用途 Cadence 最后一帧作为 reference image， 控制 VV 的脸、发型、服装、场景、灯光跟开场的构图。VV 的这个声音呢，也作为它的这个声音参考，用来控制它的声音特色跟说话的音色。并且使用 Key 官方 Minimax H3 页面所列的 Reference to Video 正式模型代号，不使用 Image to Video， 也不要同时传入这个 First Frame URL。长度的话，一样跟刚刚维持直视的9:16，解析度 2K。底下就是提示词，最后说这段讯息是我最终付费生成的，不要再次询问 Yes 或付费。然后请直接上传这个2个参考素材建立任务，显示 Test ID， 查询进度，最后把这个影片下载到 Outputs 里面。好，那现在这个 Minimax H3 的影片生成出来了，我们来看看效果如何。长缠着解决长着。这个刚刚不知道为什么他最后那个跟我原本设定的，我原本是说省下来可以喝真奶，然后不知道为什么刚刚他的声音会变成怪声就对了，但是这个有时候就是模型在生成的时候可能会产生的一些状况，所以如果真的大家不想说重新再生成，那就是说可以让他的影片变成静音，然后后续再把这个声音用配音的方式把音轨加上去，
这也是可以的。那总之我觉得效果 Minimax H3 效果是不错，然后它的 credit 这个价格大概是 Cadence 2.5 的 30% 左右，所以其实我觉得是如果要大量制作，然后如果你的提示词下得好，也是算蛮划算的。因为你们看这个 Minimax H3， 其实它的整体出来的画质质感，我觉得也是算好的。好，最后简单总结一下 ，Cadence 2.5 的优势是能做更长的单段影片，而且参考素材跟这个叙事控制也比较丰富，那适合包含重要的镜头、较长的故事或者需要多模态参考的情境。至于 Minimax H3 目前最高可以到 2K。15秒上线，价格也低了很多，适合短影音、广告草稿、B-roll， 还有大量的测试。所以，我们今天不是科学化的这个画质对决，因为这两段使用不同的提示词，而且 H3 承接的是 Cadence 最后一帧，这是一个真实工作流程的示范。重要的第一段交给 Cadence 2.5， 那后续短镜头或大量的范本交给 Minimax H3。所以，如果要严格比较的话，就必须让两个模型是同一张首图。同一段提示词，所以他们就是各司其职，我觉得可以搭配的使用。但整体的上，不得不说 SD 2.5 它的质感啊，还有它的整个人物的比例，还有流畅度来的还是比较好，但是价格就是贵很多，所以就是看大家的选择。好，那今天的影片大概就到这里了。以上的一些相关的提示词，还有刚刚的一些流程的步骤，我也会放到我的 School 社群里面。想要学习的朋友也欢迎来到我的 School 社群，然后多跟大家交流。如果喜欢这部影片的话，也请记得按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就你们的支持是我持续创作下去的动力。我们就下部影片见咯，大家拜拜。